你好，欢迎收听陪你读书，我是主播小静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科学的广告》。下面我会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。本书作者是克劳德·霍普金斯，是个现代广告的先行者，一位杰出的文案和策划大师。这本书问世于1923年，虽然当年的市场与广告环境相对单纯，但也正是那个年代的广告反倒更加接近消费终端，因此书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广告原则，虽然时代遥远，却历久弥新，不断被后人引用学习。接下来我会从3个方面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精华内容。第一部分，怎样才是一个好广告？第二部分，如何做好广告？第三部分，如何确保广告效果？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的说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一个根本问题，怎样才是一个好广告？霍普金斯认为，广告就像是商品的推销员，唯一的目的就是销售产品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推销员的标准来对每一则广告进行审视，检查他们的成本和收益，判断他们的效果。一些基本的销售准则同样适用于广告。第一条便是，好产品就是他自己最好的推销员。世界上任何言辞都无法与生动精彩的产品演示相提并论。那些华而不实、夸夸其谈的人是不可能撬开顾客的钱包的。仅凭劝说来说服消费者，反倒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方式。就好比街边小贩在兜售商品时，他们从来不会不做展示就推销产品，而是用戏剧化的方式来展示他们所卖产品的功能。比如向家庭主妇们推销银质餐具擦亮剂，如果只是站在门口推销，10个人中只会有1个人购买。但如果能够走进厨房展示擦亮剂的效果，就几乎可以把它卖给所有的顾客。第二条，好广告要能挑起消费者的兴趣，迎合他们的需求，这也是成功营销的关键所在。永远不要通过自己的主观想法来评判他人，你所喜爱的可能只会迎合一小部分人的口味，普通大众才是购买的主体。了解他们，并且成为他们的一员，才会有更广阔的成功机会。就像让一群头发灰白的董事坐在一起决定家庭主妇的需求，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情一样。举个例子，作者霍普金斯曾帮助一个地毯清洁器产品做宣传。考虑到当时地毯清洁器公司都还在起步阶段，用户销量都很少，而产品的目标用户又是家庭主妇，他便想到一个点子，请求生产商用12种不同的木材来生产清洁器。一个清洁器用一种木材，从白色的鸟眼纹枫木到深色的胡桃木，从浅到深包括了所有颜色，并以此作为广告宣传的卖点。强调该广告商提供的木质清洁器用的是全球最棒的12种木材，以此来引起目标消费者的关注及兴趣。一开始，公司所有的主管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感。他们质疑说，为什么不在广告中说一说清洁器的清扫工作原理、专利清洁装置、轴承以及其他一些产品中的伟大发明？霍普金森的回答是，我在向家庭主妇们做介绍，他们不是技工，我想用他们能够听懂、能够理解的方式做介绍。最后厂家做出了让步，同意采用这种方案，同时免费赠送陈列架给到经销商，并附上宣传册以展示这12种木材。最后这一方案在销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不但扩大了地毯清洁器的使用率，也让该品牌清洁器在市场上赢得了垄断。第3条，一个好广告完全依赖于为顾客所提供的服务，而不是强行推销产品。他们总是呈现大众想要的信息，分析产品能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，也许还会随机赠送商品小样，帮助客户支付第1单的费用，或者是在顾客的同意下给他们寄一些东西。这样消费者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，就可以验明广告内容的真伪了。这样的广告听起来似乎有点利他主义倾向，但这恰恰符合人类的天性。人人都有私心，
消费者不会在乎商家的利益，他们寻求服务只为满足自己的需求。优秀的推销员不会低声下气地祈求顾客购买，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实质的效果。他们会换位思考，站在顾客的角度来评定自己的服务，直到交易水到渠成。以上就是我想为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内容，判断广告好坏的3条标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做好广告。霍普金斯认为，广告的成功并非运气，它也有科学规律。在正确有效的方法指导下，我们能有效地把控广告投资风险，为营销指明一条快速、低耗以及安全的道路。书中列举了6点相当实用的广告准则与规律，现在就与大家一一分享。第一点便是以简洁有力的方式做广告，以宣传产品为核心，不要过分追求广告的新奇与美感。华丽的词藻和优美的文笔在广告中并不受用，这就像能言善道的人很少成为优秀的推销员。第二，广告不要尝试娱乐大众，这不是你的目的。不要想着和小说或是新闻栏目竞争，不要采用属于他们的板块的图片或者卡通。这样做或许能吸引眼球，但这些追求消费的受众多半只是喜欢你的广告，而非你的产品。他们是不会成为你未来的顾客的，这是最严重也是最容易犯的广告错误。好比推销员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试图去成为一名演员，不是卖力推销，而是卖力寻求掌声。所有值得做广告的产品，只要宣传方法正确，同样可以有趣，因为它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，而给人带来帮助和愉悦。第三，完整呈现广告诉求，即产品卖点，一次性沟通完毕。有一些广告商为了简洁明了，每次只表达一个诉求，要不就是准备了一个广告系列，这期没说完，下一期再继续。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。对于任何一类商品，人们都不习惯接二连三的阅读广告。内容除了力求完整，还要具体。模糊的表达只会留下模糊的印象，只有具体详实的表达才具有说服力。比如促销时说我们降价了，这样的话并不能引起消费者的关注。但如果改成我们的价格下降 25% 了，消费者就会予以重视。又比如一个刮胡皂新品想抢占市场，就不可以用千篇一律与竞品雷同的宣传口号，如丰富的泡沫、保持面部湿润、快递省时之类，而应把产品描述具象化，说明我们的泡沫是原有的250倍，1分钟即可柔顺胡须。最后的成品是对130种配方测试和对比的结果，这样才能帮助一个新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，获得成功。除去内容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原则，就是杜绝负面宣传。记住，让你的每个广告都充盈着欢乐的气氛，而不是哀怨的忧伤，因为人们只会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。比如在宣传抗老产品的时候，不要去展现你想要去除的皱纹，而是展现将会出现皱纹的脸，因为谁都知道皱纹的样子。在宣传牙膏产品的时候，给大家展示美白的牙齿，而不是坏牙蛀牙，展现改善后的状态，而不是使用前的状态。在宣传商品培训的时候，描述成功者的辉煌，而非失败者的落寂，展示人们想要成为的样子，而不是他们现在的状态。最后，当你做了上述一切努力，顾客已经被你的广告打动，被你的产品所吸引时，别忘了你需要督促这些上钩的人尽快采取行动，因为人都有拖延的惰性，延迟行动将会导致遗忘，最终白白流失了潜在的消费者和生意。以上就是关于做好广告的一些规律与准则，这些都是前人几十年经验的总结和结晶。制定广告的时候，这些因素都需要被考虑。最后一部分，我们来聊聊如何确保广告效果。要知道，广告是在和人性打交道，和欲望、偏见以及怪癖打交道，而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。可以说，每一次广告投资，
我们都是在与未知、盲目、风险打交道。广告业处处充满着变数和惊喜，你觉得嗤之以鼻的策划可能最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，你觉得信心满满的计划却惨遭滑铁卢，这全是品味不同带来的结果。面对诸多不确定性，霍普金斯再次重申了科学广告的精神，介绍了2个实用的方法来确保广告效果。首推的便是试销，它能给广告方案带来最可靠的证明，避免盲目投资所带来的风险，提高成功几率。通过实验快速试错，快速纠正，以不断了解抓住消费者的心理，最终赢得生意。试销具体来说是用1000人的观点来推测万人观点的走向。通过小范围试销，我们可以知道获取顾客的人均成本，然后持续观察是否有人愿意购买样品。如果买了，他们还愿意继续购买吗？会买多少？这些盈余多久才能补上我们的销售成本？回答了这些问题，我们就能证明方案是否安全可靠。这样的试销前后花费不高，如果产品一举成功，就可能进账无数；如果偶然失手，损失也不过是个零头。试销宣传还能解决无数商业中出现的问题，如新品测试、包装评估、促销评估等。曾经有一家大型食品广告商觉得改换另一种外观后，他们的产品会更受欢迎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在没有参考消费者反馈意见之前，他们就准备将此付诸实施，但在最后一刻还是悬崖勒马，接受了试销的建议。他们在一些城市里发放带有优惠券的广告单，使用优惠券的消费者可以在任何一个商店兑换他们的新品，然后他们写信咨询消费者对新品的看法，结果几乎所有的用户都表示不喜欢。之后有人建议使用另外一种外观设计，之前的反馈结果让大家感到沮丧，但广告主最后还是用了同样的方法，调查了几千名女性对第2次产品外观设计的态度，结果竟然有 91% 的女士表示赞成。这些测试的成本每个不到$1000美元。第一个测试让广告主避免了一场损失惨重的错误，第2个为广告主带来了巨额财富。确保广告效果的第2个方法是在思维模式上养成良好习惯，清楚任何决策都应依靠实际数据做指引，不可以一味追求高大上，而放弃对成本效益的考量。任何高昂的支出都必须卓有成效，否则就是对资金的浪费。版面不是越大越好，字体也不是越大越好，这也是许多广告主最难理解和做到的一点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好广告不是娱乐大众，而是推销产品，而且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将产品推销出去。曾经有一个客户通过邮寄的方式售卖一种售价$5美元的产品，每笔订单成本是85美分，每件销售额是2.5美元，但广告效果并不理想，所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降低销售成本。霍普金斯所在的公司为其准备了一支广告，但因为不够吸引人而遭到否决。该客户转而选择了另外一家广告公司，这家公司的广告看起来更大也更迷人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售价仅仅$5美元的产品，每笔订单成本高达14.2美元。最终客户还是使用了前者的广告方案，每笔订单成本只有42美分，节约了一半的广告成本。现实中总有一些广告主，他们不考虑广告成本，全凭广告外观来做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资源白白浪费在广告上的原因。以上就是科学的广告的主要内容，感谢关注陪你读书，欢迎点赞分享，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。我是主播小静，我们下期再会。